美国纽约的楼市2025年深度的解析，成交率创了4年的新高。哪些楼盘卖得最火？哪里还能捡漏呢？2025年第三季度，纽约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久违的暖意。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买家信心明显的回升。仅仅10月份，曼哈顿就签署了962份公寓合同，创下了自从2021年以来同期的新高。在高利率压制的3年的背景下，这一些数字不仅代表了复苏，更意味着纽约买房竞争又开始变得激烈了。为了帮助投资人快速地抓住趋势，我们根据本季度的销售数据，整理出了最畅销楼盘的榜单与最具性价比的楼盘榜单，并加入专业的评价，帮助大家判断哪里值得买，哪里是最有潜力的捡漏。华尔街的金融区本季度成交了44套，均价约$1900一尺。位于金融区核心的是今年销售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投资的亮点是性价比极高，地段的成熟，租客需求旺盛。自住的优势靠近地铁，步行可以到达世贸中心与滨水公园。走势的判断，金融区库存持续下降，楼盘仍有上涨的空间。威廉斯堡本季度成交28套，均价约$2000平方英尺。坐落于布鲁克林最炙手可热的社区之一，对岸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它的优势是户型新、景观好，生活方式属性的突出。租赁市场，威廉斯堡年轻人的聚集的地方，出租的速度是很快的，适合的人群是年轻的自住、长线的投资。长岛市 LIC 本季度成交量是26套，均价约$1750每平方英尺。长岛市仍然是纽约近几年成交量的稳定影集，它的优势是通勤的便捷，到曼哈顿只有1站，总价可控制。投资的逻辑是平均单价比曼哈顿的低很多，增长的潜力很大，适合的买家预算有限，但是希望保值增值的投资者。曼哈顿的中城东本季度成交14套，均价约$3300平方英尺。华尔道夫酒店公寓长期被视为纽约的奢侈品住宅的标杆，它的亮点是5星级的服务、历史的地标、品牌的效应强。价格观察，相比前几年$3300每平方英尺的价格确实已经非常有吸引力，适合的买家追求稳定资产价值的高端买家。哪里能捡漏呢？2025年最具性价比的楼盘按单价来排序的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地段的优势，单价约$1700每平方英尺左右，总价相对的可控，租赁需求强劲，现金流的稳定。切尔西的亮点是学生的首选，地段在切尔西的中心，步行即可到达主校区，非常适合自住或者出租给学生。社区的价值高，楼龄比较新，租金的回报率很稳。上西区位于文化核心地带，人化的氛围浓厚，周边的学校优质，租客的群体非常稳定，专业人士和家庭。价格比附近新楼盘低约15%到20%。上西区经典的豪宅，纽约著名的历史地标式豪宅，罕见的欧式宫廷式的庭院设计。它的优势空间大，格局宽敞，私密性很强。投资的逻辑，建筑稀缺性高，长期的稳步增值，适合大家庭想购买低单价豪宅的买家入手。
华尔街金融区的绝对核心地标，近年翻新为高端的公寓，亮点是地铁的密集、购物中心的完善，性价比在曼哈顿中心区域中属于捡漏价，适合长期出租资产配置。全美国超过一半的房价在大跌，而纽约的房价却继续涨。近日，一项由房地产平台进行的全美国房地产的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全美国超过一半的房子出现了贬值，这是自从2012年以来最高的比例。2012年是美国经济房市泡沫破裂后的尾声。这份报告指出了2022年的7月份以来，大多数的房子开始从高价值跌落，平均跌幅为 9.1%。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该数值无明显的变化。2022年的春季，该数字为 3.5%，虽然跌幅较大，但是仍然比前疫情时的幅度小，更远小于2012年初金融危机尾声时的 27%。虽然房子如今贬值比例较大，跌幅也不小，但是也要看房子在真实交易中的价值的增损，也就是房主是否亏本的出售房子。报告指出，9月份的时候 5.9% 的房子售价低于上次的成交价，该比例相比去年同期 2.8% 明显的增加，但是仍小于前疫情时期的 7.9%。尽管以上的数字不容乐观，但是有的屋主并不受影响。全美国而言，房屋距上次交易价值增值比例的中位数为 67%， 某些城市的增值更多，包括水牛城、圣荷西以及圣地亚哥，这些房子的价值成倍的增长。那在纽约呢？纽约整体的房价目前并没有下降，反而在2025年的时候仍然在上涨，部分区域也有轻微的调整。纽约房价最新的趋势，2025年整体的情况，纽约市的房价在2025年仍然保持上涨的趋势。纽约市的平均房价约79.971美元，同比上涨 3.1%。分区的表现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史丹顿岛，房价同比和环比都有增长。布朗克斯和皇后区出现小幅环比的下降，但是整体仍高于去年的情况。纽约市作为全球金融与文化的中心，住房需求长期的旺盛，还有就是土地的稀缺，开发的受限，导致房源的紧张。2024年的时候，曼哈顿的公寓销售交易数量比较增长 3%， 按照过户的时间来统计，总的销售额保持在22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低于10年平均水平的269亿美元。市场发现疲软，主要是原因因为利率高企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尽管如此，豪华住宅的市场表现出韧性，高端项目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包括曼哈顿纽约住宅和拥有236套的单元等项目。在前20名最畅销的建筑当中，有14栋位于曼哈顿的西侧，这部分得益于哈德逊海滨水区的改善。上东区前10名无一栋建筑入围，主要的原因是2020年的市场暂停后，新的建设项目放缓。第20名的西村2024年的销售总额9092万美元，成交数量是16套，平均每平方英尺3271美元，3.5万美元每平方米，平均的成交价在568万美元。这座的建筑建于1898年，设计师是中央公园船屋的建筑师
历史悠久的凯乐酒店曾经接待哈德逊河畔的海员。2007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城市的地标，建筑事务所将其重新设计为双楼共管的公寓，24套1至4居室住宅配有定制橡木地板、超大的窗户和贴心的设计。设施包括24小时的礼宾大厅、健身中心、电视和酒吧的景观露台、居民休息室、毗邻哈德逊公园45号码头，方便前往格林威治村和右库区的餐饮艺术场所。第19名是勒诺克斯山，2024年销售总额9213万美元，成交数量36套，平均每平方英尺2094美元，平均成交价256万美元，现有房源8套。这是一栋新完工的28层共管公寓，位于历史街区外，由建筑设计公司和设计融合了装饰艺术风格细节和周围站前建筑的旋律。工作室至3居室住宅配有超大的窗户、欧洲白橡木地板、步入式的衣柜、主卧室配套浴室，部分塔楼单元配有私人露台，可以欣赏城市和东河的景区。设施包括双层的高度礼宾大厅，健身中心配有室内外的冥想区、蒸桑拿浴室和蒸汽浴室，俱乐部休息室配有餐饮厨房，儿童游戏室有插画师的壁画，庭院配有烧烤站，居民还可获得1年会员的资格。第18名，布鲁克林高地，2024年销售总额9406万美元，成交数量25套，平均每平方英尺1843美元，平均成交价376万美元。在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的6号码头拔地而起的30层，可以俯瞰曼哈顿的天际线、布鲁克林大桥和自由女神像。建筑分层网格，外立面反映了其醒目的滨水环境。126套2至5居室的住宅配有高挑天花板、落地窗和精致的材料，每套都经过精心的设置，注重隐私和舒适。设施包括面向公园的健身中心，配有3角钢琴的音乐室、日落休息室、空中小屋、儿童游戏室和宠物的洗浴站，融合了滨水生活和布鲁克林高地的魅力。第17名，比克曼沙顿广场，2024年销售总额9414万美元，成交数量18套，平均每平方英尺2554美元，平均成交价523万美元，现有房源20套，是一栋847英尺高的石灰石包覆住宅的摩天大楼，在著名的沙顿广场社区拔地而起，62层，提供1至5居室的住宅，包括整层和复式顶层的公寓，可以欣赏东河和天际线的全景。萨顿俱乐部占据4层，设施包括健身中心、50英尺的室内游泳池、水疗的设施、高尔夫模拟器、放映室和私人的餐饮空间。便利地靠近沙顿公园，顶级餐厅和主要交通选择，大楼提供饮食优雅和可即时入住的住宅，价格有所降低。第16名，中城的西区，2024年销售总额9447万美元，成交数量47套，平均每平方英尺2368美元，平均的成交价是210万美元，占据
汤普森中央公园的顶部9层提供了99套的一居室和二居室的住宅，以及2套配有4人露台的顶层公寓。每套住宅配有落地窗、美诺电器、分区气候控制和水疗风格套间的浴室，居民享有酒店健身中心的使用权，包括客房清洁和优先的预订、专属3楼的休息室和专门的礼宾服务。靠近中央公园卡内基的音乐厅和第5大道。纽约的5大房屋类型及其他的优缺点。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买房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作为美国的经济金融中心，纽约的产权结构相对其他城市复杂许多。很多想在纽约买房的朋友们需要提前充分的了解纽约房产的类型。纽约的房产类型主要分为5大类型：合作公寓、产权公寓、联排别墅、单家庭住宅、独栋别墅、多家庭住宅。长岛的郊区。在纽约的长岛郊区，学区房备受青睐，成为了家庭购房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这个地区是以它的优越的教育资源和高质量的学区而闻名，吸引了许多家庭选择在此安家。长岛的学区房往往在房地产的市场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由于学区的差异，房价和房屋的价值在这个地区可能会有显著的变化。在购房的决策当中，家长通常会深入了解当地的学区的教育质量、学术的声誉和教学的资源。这些学区房所在的地理位置也通常相对的安全、宁静，距离城市的喧嚣有所距离。为了家庭提供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郊区的绿树成荫、安静宜人的街区，使得它成为了许多家庭向往的居住的选择。皇后区是以合作公寓和产权公寓为主，其次的话是联排别墅和独立屋。越靠近曼哈顿的地区，合作的公寓和产权的公寓就越多。联排别墅和独立屋大多数分布在皇后区的内部。5大类型的房产类型具体的产权及购房的限制是什么？合作公寓是纽约市场上常见的房屋类型之一。这种房产形式下，整个合作公寓被一个公司拥有，购房者购买的并非是实际的产权，而是相对房间的股权。这就意味着你成为了这个公司的股东，享有居住权，但是并不能直接拥有产权。它的优点是手续费比较低，房价相对较低，不需要支付产权保险和贷款税。缺点就是出租和转卖不灵活，需要通过管理委员会的面试和资产的评估，升值的空间是有限的。产权公寓是目前纽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房产类型之一，约占20%到30%的比例。在产权公寓当中，购买的是特定公寓的独立产权，拥有产权。这种形式的房产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自住或者出租。它的优点就是房屋的价格适中，结构和装修可以自由的调整，可以自住或者是出租，流动性强。
地理位置优越，配套的设施齐全。缺点就是物业的管理费较高。联排别墅在曼哈顿并不普遍，占比约2%到3%。它与其他的形式不同，联排别墅拥有产权和土地权，可以自由的买卖和出租。这种形式更注重的是私密性，相对的独立。优点就是拥有土地权和房屋的所有权。HOA 的物业费相对的较低，缺点就是共强，可以影响居住的体验，价格高，选择性比较小。独栋的别墅通常是2层楼，拥有至少3个以上的卧室，包括前后院、车库等等。购买这种房产意味着你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但是也伴随着高房产税和维护成本。优点就是拥有土地权，还有房屋的所有权，更大的独立空间和隐秘性。缺点就是价格高，房产税的成本也比较高，需要维护来打理。多家庭的别墅类似于独栋别墅，但是建筑的内部可以容纳2到4个家庭，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可以共享公共区域，拥有土地和房屋的产权。优点就是拥有土地权和房屋的所有权，相对于独栋，价格是比较低的，可以分租管理。缺点就是房产的税成本是比较高的，需要维护打理。在纽约购房，了解不同的房屋类型的缺点和优点，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规划未来。选择最适合您的需求和预算的房产类型，才能在这座繁华的城市中找到真正属于您的家。纽约2025年10大新楼盘的盘点：中层、上层和下层。纽约地产的市场热度持续的攀升，多个顶级新盘重磅亮相，覆盖曼哈顿上、中、下层乃至布鲁克林，每一个都堪称年度必看。不论是老钱派、精英自住党还是高净值的投资客，这里总有一个项目配得上您的眼光。上东区的老钱风范传世经典，上东高端的玩家期待已久的黄金地段，麦迪逊大道与84街的交汇处，把老钱的审美外化的细致入微。平均每套面积为337平米，最小的户型3居室，起售价1150万美金，稀缺就是硬道理。好而不贵的代表，与宋美龄在上东区84街的故居为邻，楼下就可以享受卡尔苏茨公园的绿意和东河的宁静。始建于1996年，由著名的豪华开发商启动全新的翻修，配套设施将包含室内的篮球场和泳池。因为是旧房改造和土地性质的特殊性，单元售价非常的亲民，一房一厅的起步价仅为96万美金，适合想要享受上东优越的社区资源和首次购房的买家。在全球房地产的宏大叙事当中，纽约从来都是最耀眼的标本。从1900年到1980年，短短的80年间，纽约涵盖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克斯和斯丹顿岛的5区的房价犹如火箭般的窜升，暴涨了30倍。
这一个数字直观地展现了其中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强劲增长的态势。即便是在人口增速逐渐的见顶，房地产市场步入增量开发退潮的存量时代。1980年到2022年的期间，纽约的房产依旧实现了 6.1 倍的可观增长，彰显出其强大的抗周期能力和持续的吸引力。时间轴推进到2025年，纽约房地产市场的韧性故事仍在续写。2023年的美联储激进加息，利率飙升至 7.6% 的高压环境下，纽约成屋中位却顽强地坚守在34万到40万美元之间，展现出超乎寻常的价格稳定性。2024年，随着利率的边际宽松，纽约的核心区房价环比迅速回升 2.3%， 市场的活力再度被激发。到了2025年一季度，曼哈顿高端的公寓成交量同比再增长 5.1%， 进一步证明了纽约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与活力。凡是地产都有周期，这是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纽约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在其的100年余间发展的历程当中，同样经历了多次周期性的起伏波动。从咆哮的20年代的摩天大楼热潮，到大萧条时期的冰封期，从战后婴儿潮催生的住宅，井喷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的 V 型复苏。尽管纽约房地产的市场经历了如此多的周期轮回，但是房价却始终保持着长期的向上的曲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纽约的成长史，繁荣与萧条的交织。1900年到1960年，在岁月的长河当中，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每一页都写满了这座城市的兴衰荣辱、梦想与挣扎。从19世纪的蹒跚起步到20世纪的跌宕起伏，再到21世纪的傲然屹立，纽约房地产市场见证了无数的历史时刻，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20世纪初，纽约这座充满机遇与梦想的城市，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那个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汹涌的时代，纽约凭借着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理想之地。外来的移民如潮水般的涌入，他们怀揣着对生活的向往，踏上了这片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让纽约的人口规模急剧膨胀。1900年，纽约人口约为344万，而到了196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了778万。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住房的需求也日益旺盛，纽约的房地产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升起。曼哈顿作为纽约的核心区域，房价更是一路的飙升，从每平方英尺8美元涨至25美元。在1900年到1993年的期间，美国经济迎来了咆哮的20年代。纽约作为经济中心，商业和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钢铁行业的
跨越式发展，为纽约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座座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不断地刷新着曼哈顿的天际线。1925年到1931年，纽约迎来了摩天大楼建设的热潮。曼哈顿银行的信托大厦71层，克莱斯勒的大厦77层，帝国大厦102层等等标志性的建筑相继竣工，成为了纽约城市发展的象征。这些摩天大楼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杰作，更是纽约经济实力的象征。它们的出现让纽约的城市风貌焕然一新，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前来入驻。在这个时期，纽约的商业活动日益的繁荣，金融、贸易、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房地产的市场也因此受益，房价不断的攀升，投资房地产成为了许多人致富的捷径。然而，繁荣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在1929年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瞬间打破了纽约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景象。大萧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美国，纽约也未能幸免。将近1/3的人口失业，人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保住工作的人也不得不受大幅的减薪，房地产的需求一跌不振。曾经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曼哈顿住宅平均的价格由每平方英尺6.9美元跌到了2.3美元，许多的房产无人问津，开发商们也纷纷的陷入了困境。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无奈，许多的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只能在简陋的胡佛屋中勉强的栖身。房地产的市场的低迷也让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然而，纽约并没有被困难打倒。二战结束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美国经济迅速的复苏。纽约作为美国的经济中心，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战后，士兵们纷纷地返回家园，组建家庭，使得纽约开始面临住房短缺的问题。被压抑了20年的住房需求集中的释放，人们对住房的渴望如同一把火，点燃了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公寓联排别墅的销量持续的增加，房价也开始逐渐的回升。到了1960年，纽约曼哈顿房价回升至每平方英尺25美元，房地产的市场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经济转型与公寓的热潮，在1960年到2000年的期间，纽约这座城市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去工业化的浪潮席卷而来，给纽约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曾经繁荣的制造业逐渐的衰落，大量的工厂倒闭或者迁往海外，人口和产业不断的向郊区迁移。纽约市的人口从1950年的789万降至1980年的707万。在这个艰难的转型期，纽约的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纽约并没有被困境所束缚，而是积极的寻求转型和发展的机遇。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兴起，纽约逐渐实现了经济的转型。生产者的服务业成为了纽约经济的新支柱，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64年的时候，纽约世博会的举办
成为了纽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这次盛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展示了纽约的科技、文化和艺术的成就，同时也为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纽约第一栋独立产权公寓的销售，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住房产品多元化的关注和需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